云心丫头，你家不是有活仙女吗？怎么还来跟狗抢食？就是，你们全村把她姐当祖宗供着，她这个晚生了半天的灾星，连口树皮都分不到。不关你们的事。阿娘，我讨到吃的了，怎么弄得这么脏？皮上全是灰，还有血。阿娘，我不疼。阿仙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，这可是救命的口粮。阿娘，那是弟弟妹妹饿了3天，我从狗嘴里抢下来的。闭嘴！你姐姐是什么身份，你不知道吗？仙君托梦说过，她可是天上的仙女下凡。你家新出生长女，乃9天仙子下凡历劫，全村务必好生照看，切莫让她受委屈，唯她是尊。待她历劫归来，日后定有回报。阿仙，这是洗干净的馒头，你看，新鲜着呢。仙子下凡，仙君必有，拿走吧。可你们根本不知道，我也是下凡历劫的。我历的是生死神劫，肉身轰，一神出，万仙陨。阿仙，你行行好，多少吃一口吧。这大荒年的，为了这口吃的，云心跟野狗拼了命啊！非冷泉水发的面，不结的。你嫌脏，那是我用血换回来的，我还不给你吃呢！粗鄙不堪！既然他已经碰过了，这等秽物我更是碰不得了。天，阿仙你别生气，云心不懂事。那你到底想吃点什么啊？只要你说，阿娘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去给你找。罢了，这吃食我实在难以入口，但是若是能用清晨的露水佐餐，也是可以勉强下咽的。大干旱的，哪来的露水？你这孽障！你姐姐3天没吃东西了，你还要气她？你去帮她接点露水吧，哪怕是去深山里找，也得找回来。在这群被神仙蛊惑的家人眼里，自己甚至不如天心的一滴露水金贵。明明是双生子，就因为我晚出来半天，命运截然不同。阿娘的奶都给姐姐喝，我只能喝米汤，喝隔壁婶婶的奶，甚至喝村口大黄狗的奶。有一次，阿娘看我实在饿了，偷偷给我喝了2口。可怜的丫头，就喝2口，别让你姐不高兴。造孽呀！那可是年关口养肥的牲口啊！全村人1年的辛苦全毁了，都怪他！仙子说了，他天生带煞，崔娘子的奶只能滋养仙子，他一个灾星凭什么偷喝？惹怒了仙人，降下猛虎，打死这个灾星，打死他！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可这是我的孩子，我如何能不心疼他？是我自私不顾大家，怎么罚我都好，不要伤害我的孩子。神仙老爷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偏心了。这奶只给仙子喝，一口都不给这孩子留。露水，无根水，冬天梅花蕊里化出来的雪水。从小到大，他总是提出这些莫名其妙的要求。以前下雨的时候还好说，现在连吃的水都快没了，让我去哪里找露水？哼，反正他也喝不出来，我就去后山的泥潭里撇点上面还算清澈的山泉水给他，爱喝不喝。说好的仙君塑像，如今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瞧你们弄的这香炉，材质根本不对。我那日梦里见到的可是上好的青铜，你们用这种黄泥土来糊弄我。阿仙息怒啊，青铜太贵了，村里实还有说好的道符怎么还没准备好？我堂堂9天仙子，总不能整日穿着这些粗布麻衣去沟通天地吧？哼，你们再看看这吃食，这让我怎么入口？我看你们根本没有将我放在心上。他看不到父母的骨瘦如柴，看不到外面的尸横遍体，他只关心他的青铜香炉，他的道符。
在准备。阿仙，你莫急，全都是在准备呢。村子里今年实在困难，乡亲们都在砸锅卖铁筹钱。你要不先看看这旱灾什么时候能过去啊？再不下雨，春种一耽误，今年真的要饿死全村人了。前几月我梦见仙君赐我广袖流仙曲，我让你们去准备，你们是怎么做的？我也不是要金丝银线，不过是几匹俗绸和弄月。阿仙啊，那丝绸和弄月纱实在太……那笔钱是全村人凑了整整1年用来打井的钱啊！阿姐是天上的仙子，有天上的仙君撑腰。她降生时，我家房间满屋红光，祥云环绕。12岁那天晚上，我还亲眼看到有流光落在我家屋顶上。仙人是不能干涉凡仙命运的，能托梦给全村。看来这位仙君当真是喜欢他。其实仙君大可不必这么偏心，阿姐是爹娘第一个女儿，爹娘也是真疼爱她。而且，毕竟是我姐姐嘛，就算全村的好东西都供着她，连水都要先给她洗手，我也只能忍了。我们这个小村子没有财物，没有名声，甚至连人都没几户，从来没有闹过土匪。今天怎么会有土匪上门？救命啊！兄弟们，给我杀！男的杀光，女的带走，一个不留！不行，爹娘还在家里，弟妹还在家里。救命啊！土匪杀人了，快跑啊！大哥，山上有一个小丫头，妈的，抓住她，别让她跑了！人呢？算了，一个小丫头能翻起什么风浪？跑！快跑啊！当家的！阿姐，她不是仙子下凡吗？她不是有仙君撑腰吗？这是什么妖术？阿姐，你救救他们3次，你杀了他们，杀了那几个土匪。仙子，你是仙子，求你施展神力救救阿娘。只要你救他们，我给你做牛做马，我把命给你。师姐饶命啊！殿下饶命，姑奶奶饶命，我知道错了。错了？杀了我全家，一句错了就能抵消吗？杀了你们！我要你们血债血偿！你干什么？那是杀
好了，云溪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又何必执着？万物皆为刍狗，生死自有定数。你怎可因为一时的仇恨就多造杀孽？一切爱恨都是虚妄，学不会放下，又如何过好余生？若他们能道歉，有何不能宽恕他们？这方为慈悲。慈悲，道歉。我爹娘的命，我全村人的命，就值一句虚伪的道歉。我给予他们慈悲，谁又能给我？多谢仙子不杀之恩，我们一定改过自新，日日为您烧香供奉，颂扬您的慈悲啊！我懂了，原来所谓的神仙就是这样。他的慈悲是踩着我全家的尸骨，成就他历劫成仙的垫脚石。你们也不是白死，自然会有回报的。这馒头比我跑遍后山捡回来的干粮香软10000倍，可是谁还能吃呢？死人能吃吗？这些东西够你们这些凡人吃用一辈子了。可笑啊！我终于明白了，原来我们全家，甚至全村人都只是他成仙路上的劫。去你的仙界！崔天仙，你还我爹娘命来！如果有下辈子，我一定要把你从那虚伪的神坛上死死拽下来。阿娘，你冷不冷？我不能死，我要活下去！我要找崔天心那个畜生问个明白！像老鼠一样顽强啊！你是活不了的，反正所有人都活不了。你也去死好了！为什么？为什么连老人和孩子都不放过？这得问你们村的好村民啊！土匪怎么想起来要抢你们村？还不是你们村到处筹钱，要给那个所谓的天心仙子修神像、塑金身，财路白了，怪谁呢？找死！我这位仙子一样的阿姐啊，受了崔家村的生养之恩，她连一条狗都不如。
知道吗？天心仙子很不喜欢你，你总是骂她，让她很不开心。仙子，呸！他妄想登天成仙，只会粉身碎骨。只要我活着一天，我一定会让他从那个位置上滚下来。是吗？可惜你没有那个机会了。之前是这只手向他挥刀，凡人便是凡人，即便挣扎，也不过是徒劳。你家新出生长女，乃9天仙子下凡历劫，全村务必好生照看，切莫让她受委屈，唯她是尊。待她历劫归来，日后定有回报。原来是他，他根本不是什么头，他是当年那个仙人。生魂，好新鲜的生魂！太饿了，救济的香火每个月只有1次，鬼又饿不死，只会越来越饿。吃了它！好烫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我的牙！原来我不是凡人崔云熙，我是世间唯一的真神。这人间炼狱般的苦楚，竟是我历劫的最后一环。如今生死神劫圆满了。只要我轻轻挥动手指，就能召回3生石上散落的客粉，重塑阴阳。但现在我什么都没了，我什么都没了。失去的东西，我会亲自杀上9重天，连本带利，一寸寸的从他们身上讨回来。您是妖怪吗？笨！你见过这么好看的妖怪？肯定是妖精，漂亮妖精。去，一群没见识的东西！依老祖看，这位肯定是被打下凡间的得道高人。就是没有人会猜我是神仙，毕竟在这九幽之下，恶鬼横行的废墟里，高怪伪善的仙人怎么可能踏足这种脏地方？许是见我神色平静，他们胆子大了许多。高人，您神通广大，肯定能重返阳间，对吧？高人，您能不能帮个小忙？回去的时候捎句话，让我们家人给我们烧点纸钱啊！是啊，高人，下面香火太贵了，随便上点香火也好，实在是饿得没办法了。我们几个都是崔家村的。哦，就是延州猫儿坝头西北20里那个崔家村，地方有点偏僻，高人可能没听说过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6年前开始，村里的香火突然都断了，本来要攒够的投胎钱也不够，下面香火贵，这实在是饿得没办法了。我就是崔家村的。哦，难怪只有我们几个靠近不会被烧死，之前好多其他鬼过来，直接被烧没了。那我打听打听，村里现在怎么没孩子给上香了？这想问问吧，6年了，崔家村也没有个人下来。6年也没人下来，所以整个村的神魂要么被直接打散了，要么直接被附地了。快走，孩子！这些差役又开始来拿游魂去投胎充数了。香火多的有钱鬼，可以花香火买更好的投胎机会，而原本他们应该有的那些恶胎机会，就会被抓走的游魂拿去充数。这也是这几个老鬼一直没投胎的原因。
没办法，听说九幽每日都要献上10万户香火给叶恒仙君，他的道侣天心仙子有孕，但胎相不稳，这是仙界如今第一大事。哦，那果真是大事。这个好，这个年轻心思的漂亮，年纪也对得上，能多卖300香火。这回我给仙君送的礼多，也该往上升一升了。大人好，大人好，这孩子是崔家村后人，您高抬贵手，就当给我个面子啊！给你面子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错了，大姐高人，仙姑，我错了，小的错了，饶了小的吧。你刚刚说崔家村喂鬼了，什么意思？是从轮回室那边听见的。那日来了个客人，脸看不清，像是用了遮眼术法。他给了轮回使一个魂瓶。怎么个干净法？彻彻底底灰飞烟灭的干净。轮回使大人，救我鬼命啊！你死定了！谁敢在轮回司放肆？大人救我！就是他！魂瓶呢？你是什么东西，也配来问本使？你敢！我再问一遍，魂瓶呢？我不知道。须臾后，我将他给旁边的老鬼拎着，自己拎着轮回使往处理崔家村鬼魂的地方走去。那是黄泉路尽头的忘川河，这里面充斥投不了台的孤魂恶鬼，相互啃噬，欲壑难填。你想干什么？带你认认路。普通人的神魂如果被打散，可以一点收拢；如果是被树地，只需我一滴心头血就可以解除，都有生路。但生魂下忘川河，进了乱鬼腹，再也无法轮回。真狠，也真是超爱。是叶恒叫你这么做的。说。不，这回不是叶恒仙君，不是他。那是谁？来的是个女子，我看不清她的脸，可她身上有紫花香。哦，原来来的是叶恒嘴里最单纯善良的天心仙子。九幽阴冷至极，不适合生者踏足。难怪怀孕会胎相不稳，难怪会必须要地府的人间烟火供奉才能稳胎。不能下去！忘川河里都是恶鬼，他们什么都能吃。孩子，别去，这就是村里人的命。忘川河里都是孟婆汤，他们不会记得多痛，一切记不掂了呀。我记得。等等，忘川河的从来都是有去无回，他们回不来了。
们不该在那里。窃喜。 别下去！都别动！孩子，完了！老鬼们还不放开！敢拎着咱们头作威作福，等下让你们好死！他是为了我们。大胆，竟敢还拎着本使的头，还不速速放下！安静。忘川变色了。忘川河的颜色会随着新入生魂的福报罪恶呈现不同颜色，可如今，这不可能！怎么会？怎么会？那是村里人，是村里人啊！到底来的迟了点儿，只能拿回来一部分。没关系，剩下的那部分我会找欠债的补回来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能回来？除非他不是人，不是鬼，他就是叶恒仙君也绝不可能啊！除非他是神。上古乱世，诸神陨落，仙道崛起。如今仙界唯一的神，便是一只即将羽化的老凤凰。除此之外，哪里还会有神？你这儿，去把生死簿拿来我看看。生死簿是九幽至宝。那是地府最不可轻动之物，继三界凡灵，寿数因寡。莫说外人，就是九幽诸王，也不是谁想看就看。姑娘，生死簿。你也别闲着，你来执笔。他要做什么？他要翻生死簿，他要改命。崔家村村民崔大山阳寿本该60有7，死因为冬月救急。
崔家村村民李桂花，阳寿本该72，命中有3子1女，善终。崔家村村民崔阿福，阳寿本该58，虽少有病灾，但不该横死。插队的全打回去，占了别人命数的，按原账追罚。该去畜生道的，一个都别留人道。顺手处理完一大批走后门投胎的，送走一堆到期投胎的游魂，再将囤积的香火如实分发下去，没了喊饿的哭嚎声，整个九幽顿时清静了不少。他真厉害，比几位鬼王管用多了。要是一直都是他做轮回台就好了。怎么没有？但是我一直没看到当日那几个恶匪，人间和鬼界的毫无痕迹。唯一剩下可能，这2个匪土不是2界人，只是到人间走了一趟而已。曾听闻叶恒仙君曾给天心仙子送过2只玉兔兽作伴。玉兔兽？是，仙界向养灵兽，多以其温顺可爱取乐。那2只一直跟在天心仙子身边。原来是畜生啊！兔兽这种东西长得浴血可爱，但族里只有公母之分。查清他们何时下界，何人放行，途经何门，谁替他们遮掩踪迹？是。本王这就命人彻查阴司通关册，与各处接引名录。再查叶恒与天心这些年，借轮回布，借因果线，借仙门名义动过多少凡人命数？不好了，仙界的阴险火使来了！怎么回事？今日的香火还没送来，还要仙君亲自来催请不成？这九幽自从明神陨落，做事是越来越不行了。能干干，若不能，我们仙剧不介意多这举手之劳。知道怕了，知道还不快把10万香火速速奉上？我家仙子还等着呢。马上婚期临近，影响了仙嗣，你们赔得起吗？刚才打你多少耳光？2个。去给他2耳光。找死！我可是天心仙子派来的人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不要以为生了一张好脸就能为所欲为，不过是仗着丰都王宠爱。畜生，就当有畜生的样子，连做人都没有学，就妄图做仙。既然畜生道上来的，那便回去。又来了一个催香火的，磨蹭什么啊？前头那个废物呢？叫他办点事儿都办不明白，10万香火呢？耽误了天心仙子的大事，你们担得起？顺手。你们疯了！我可是……又来了一个。扔。外面还有一个。
一窝一窝，连带一份活都要安排10个人干，10份俸禄，一份差事安排10个秃领，10份俸禄，10份香火，10个名头，得要100个人养。都扔进去，10只兔灵都扔进畜生道。按照畜生道轮转，只需1个时辰，他们便会在凡间那些受过香火的人家出生。吃了救命香，就用肉身还。身为同族灵兽的天心似乎发现了不对，他一声生气，叶恒仙君顿时震怒。仙界急说。天界人善，九幽被恩弃义，3界难容，还不速速被100万香火赔罪？啊！100万香火，这可是九幽1半的岁入。无耻宵小。但这倒也不全是威胁。修行者不论仙鬼都要历劫，而天劫何时来何时毕何处渡，因无分管的主神坐镇。这些年九幽一直只能靠仙界提醒。提醒？你怎么知道那是提醒还是转移？九幽的历劫年年有，但是九幽多少年没出过像样的鬼修鬼仙了？番都王难道就不曾想过，为什么连叶恒身旁一只小小的灵兽都能羽化历劫成仙，而九幽诡异却不行？神眷不会消失，只会转移。尊者的意思是，自己想。叶恒耍我！是啊，耍你好久了。我看不清您的真身，所以尊者大人，您到底是谁？我是崔家村崔大成的2女儿崔云心，在我葬别我的亲人之前，这是我唯一的身份。那您想要做什么？需要我做什么？我的阿姐要成亲了，作为家人，我想和家人要给她和夫君送一份礼物。叶恒仙君今日大喜，外客不得擅入。尊者，这也是。拿着。仙界也讲出身，更讲机缘。没有仙缘和引路人，就算是天资卓绝的修仙者，到了仙界也是个端茶送水的仙士。仙君当年一招顿悟，震惊四方，如今想来，仍是我仙界幸事。是啊，
若无那场神谕，岂有今日叶恒仙君？而叶恒当初能一举顿悟脱颖而出，也和他的神谕脱不了关系。恭贺仙君与仙子永结同心，祝贺二位情比金坚。赞天心仙子仙姿无双。天心仙子当年历劫真是辛苦，如今也算苦尽甘来了。那时候真苦啊，莫说翠玉珠马，连朵蝶翠绒花都没有。我才不要和他戴一样的，你拉低我的档次。这还差不多。从小到大都是这样，一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，就是各种天灾人祸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的好姐姐成婚，我怎么能不来呢？什么姐姐？我不认识你。你一个凡女，如何上的这9重天？哦，原来是勾搭上了分都王。姐姐既然不想与妹妹闲话家常，那就说些姐姐爱听的。两世镜，可比起镜子的来历，镜中浮现出的画面才真正让人变了脸色。那不是天心视角的历劫，而是另一段人生，另一双眼睛看见的一切。那是以我的视角展现的仙对人的践踏。永和3年冬天，2岁的小阿弟病了。阿姐，第2天，阿弟就没了。我前日翻了生死册，他明明还有49载春秋。永和4年，阿娘又怀了孕。第2天，阿娘跌了一跤，孩子就没了。她身子也大背，再也不能有孩子。不是，你当然可以说不是你，毕竟你并没有动手。可谁叫你有着一位对你有求必应，生怕你吃苦受罪的道侣呢？从小到大，你早就知道，你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，所有人都让着你，照顾你。18年的养育之恩，到最后满村死绝，你就是这么报答他们的吗？我乃9天仙子，人间历劫自有定数，他们的死伤与我何干？诸位也看到了这2世镜，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，种因得果，天理昭昭。我来这里找这位天心仙子，我的好姐姐，还有这个假公济私、坑杀无数人命的什么仙君，来要一个公道，没错吧？叶恒仙君、天心仙子，这便是你们的道！以仙权干预生死，以凡命讨好道侣，视因果如无物，这也配称修道？滥改阳寿，屠戮凡村，罪在天条之上。若此等行径都能被一句历劫接过，仙界颜面何存？大喜之日，这有什么事儿后头再说吧。是啊，都是过去之事，也不能太过斤斤计较。
叶恒仙君也是爱妻心切，能体谅。一时小小的权力任性，不如补偿你们投个好胎。哦，原来杀个全家要个道歉，都是斤斤计较啊。神仙嘛，境界就是高，不计较。黑白不分，因果不变。与尔等为同僚，是我之耻。今日之后，此事若无人问，我问；若天条不管，我自上请33种天，求一个公断。我没有舌头，我不会说话。讲理咱嘴笨，讲的也没一句你们爱听的。算了，既然你们都不想听，就直接来点实际的。按照你们说的来吧。这里面是我在人间最后的肉身。叶恒将我打下了九幽，却忘了这一条舌头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我也是下凡殿令劫的，立的是生死神劫，肉身轰，一神出，万仙陨。你是？天资纵横的修仙少年不得志，在百灵山捡到了一根凤羽，跟着凤羽他上百灵山，想要寻找神卷，毒瘴、恶兽、残魂和魔物缭绕其中。在他耗尽粮食，几乎要死在山上时，为当初是咒神的我怜悯，倾斜了一点阳光在阴霾的灵果树上，然后他得了救，却再也无法忘记那个海市蜃楼一般的神秘。后来我渡劫神渊，他得到后一直徘徊于百灵山，几乎走火入魔。也在这时，天心救了他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叽叽喳喳的都改变不了事实，根已经烂了，那干脆一把火烧掉好了，一切重新建立。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要做仙，先做人。神无私心，但有偏爱。受何地香火，保何地平安。不心疼孤苦无依的芸芸众生，难道心疼你们这些锦衣玉食、享尽好处的仙人？神女，可还记得？记得你做的一切，我都记得。神女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只是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已经还你了，如今你对不起的不是我。以天心叶恒为首的仙人死后，被独占的香火挣破了束缚，洒向了天地。恶鬼焰足，瓶颈消散，恩绝债消。一仙落，万物生。